前的呢就是CN Tower。那天晚上我们已经从它边上走过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海港前中心啊。就在夏天的时候呢，都是有很多的演出，各种各样的乐队到这边来演出啊。而且从这个上面来看啊，不仅仅是在这个舞台，就在那个海边，应该是湖边的这些绿地上呢，都会有很多人聚在一块啊，欣赏音乐，观看演出。今天呢，我只是熟悉一下环境啊，就从住所呢一路走到了这个安大略湖的湖边，大概也就是逛了半个来小时吧。很多地方呢肯定没有时间去，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可以租用单车的时候呢，可以到处去逛逛。我相信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见识更多的多伦多的风景，了解当地人的生活。这边呢也会停了很多的餐车，就像我们在纽约街头看到的一样，一个餐车呢就是一个小餐馆。我相信呢，加拿大这个国家，它能够进入到G7，就7个先进国家其中之一呢，肯定有它道理。就像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这种氛围啊，它比较懒散，但是呢，其实它又有很多的竞争。然后你要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或者说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呢，你可能就要脱颖而出才行。就这个呢，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都这样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这种平静的、祥和的这种氛围底下，在它的背后呢，其实也蕴含着很多非常激烈的阶层跃升这种竞争啊。而这种竞争呢，是在无形当中，甚至有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被很多人忽略。就大家可能误以为这个地方就是平平和和过日子的地方，那就要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。其实它并非那么简单。那么很多人来到这边呢，大人可能就会想要歇一歇，因为在别的地方奋斗了一辈子。小孩呢，更可能被他一些这种可以想要去玩什么都有的选择的地方呢，就会迷失方向，就很难专注。因为这边的教育啊，或者说这种一般的价值观呢，
就是你喜欢就好，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就去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很多人等到他醒悟过来，就发现你想要过更好的生活，可能你就需要有更大的付出，或者你是从一开始就要非常的专注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在无形当中过了一些年以后啊，你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可以快乐啊，但是呢，只是一个平庸之辈。那么等到那个时候，你再去思考人生的意义，或者说你移民到这样的一个国家来的好处到在哪里呢？其实大部分人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但我相信呢，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呢，他真的是可以从一开始就设定好自己的人生的目标。绝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的，都是走着瞧。但是呢，也总会有一些人在走着走着呢，就有了一些灵感，就会有一些想法，然后呢，他就会把自己的目标弄得比较清晰啊。大概是一般的人的常态就这样的。现在我看到的呢，对面是 Rogers Center， 其实就是应该是一个冰球场馆吧。加拿大人是特别注重这种冰球运动的，而边上呢也起了很多的高楼，整个这片地方呢都属于是多伦多的 downtown 新发展的区域，而且它在湖滨啊，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受欢迎的地方。就像眼前看到的，虽然亮着红灯，但是还是有人不顾一切的就往前走了。看来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呢，性子都很急啊，因为恐怕背后的逻辑呢，就是生活并不容易吧。在北美呢，很多的体育运动啊，跟亚洲还是有所区别，跟欧洲也有很大的不同。比方说加拿大呢，因为地处北方的缘故，所以这边呢很喜欢冰球运动。而它的邻居呢，美国当然也有很多地方也是热衷于这项运动的，但在美国有更多的内陆城市，他们喜欢的更多的是橄榄球，就是所谓的美式足球。所以呢，大家还是会有些不同的玩法啊。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对面的CN Tower，一枝独秀啊，非常的高。我身后的就是 CN Tower。
这边居然还有一些老的火车头。这CN Tower 的下面呢，更加的热闹了。这边聚集了很多民众，甚至也有爆米花这样的小贩。这就有点类似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，其实它的功能应该都是一样的，既有电视转播发射的功能，而更多呢其实就是一个游乐场，观光的名胜。在上面呢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，一览无遗。有时候我们走到那些北美的街区，就感到大家住的地方呢都非常的安静啊，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，或者大家的这种边际感都很强，就不希望受到别人的打扰。但实际上你到这些公共的场所来看呢，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啊。其实这边的人也一样啊，就喜欢大家聚在一块儿。所以其实人都有共性的，否则呢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了。这条跨在铁路上的桥呢，我记得上次曾经走过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铁路，从前面的联合车站可以发车呢，去到美国的一些地方，更可以去到加拿大的西部啊，而更多呢就是大多伦多地区，像那种GO圈啊等等，当然也有地铁啊这样的一个交通系统。
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gonna put in it, but I figured.这里呢是多伦多的展会中心。大街上呢也有这种敞篷的观光车，就坐着这样的车呢可以游一游多伦多，很多城市都有的。这个区域呢就是在联合车站附近，也就是老的火车站交通中心的边上。那么想当年这边肯定也是一个商业旺区，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很扎实的老建筑，但总体来讲呢已经不大适应新时代了，所以呢相信这个几十年呢拆掉了很多的老建筑，建了更多的这种现代的高楼，成了很多银行的总部啊、企业的总部等等。所以加拿大呢应该还是在一个正在相对比较快速发展中的国家。这个街上也被人家拦住要钱的，相信这样的人呢其实到处都是。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，就这边其实不要说普通人啊，就是大学生毕业的以后啊，
找工作也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，因为我的小孩他今年毕业了，找了半年的工作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其实他并不满意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了解到他工作的一些性质，然后呢，他的收入的状况等等啊，确确实实不尽人意。那么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这边躺平的人肯定也很多，或者呢，有很多人就干脆他就伸手要钱，或者呢就干脆潦倒。那我指的当然是一小部分的人。那么还有很多人呢，就想办法向国家伸手，吃救济。其实人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吧，尤其在这种国家对穷人倾斜，把真正贫困人照顾的还算不错的国家，更是会助长一部分人呢不劳而获这样的心态啊。好，现在呢，我离开这个火车站附近顺着这条约克街呢往北走回去，不知不觉呢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，这是纯粹闲逛，也当健身步行了。我相信呢，通过我的镜头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多伦多的街景，但是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思维不同就大家从这些风景背后看到东西呢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呢，仅仅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而已，说的呢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悟或者是观点。但我相信呢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有道理的想法，所以我也就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吧。这个街上呢，就会有很多很好看的这种红色的路面电车，他们叫CJ car。那天晚上回来很晚了，12点多了，路上还在行驶着。相比刚才我走的那条大学大道这条约克街呢，稍稍显得安静一些。其实这边呢也不缺银行大楼、企业总部，可能呢以办公室居多吧。又听到尖锐的这种
救护车的声音啊。在加拿大，不管是温哥华还是多伦多呢，听到最多的声音其实就是这种救护车的声音。当然有时候呢也会有消防车，还有警车，这声音都差不多。但是说来就来，救护车的后面就是消防车。To be honest, I mean,在街头啊，听到本地人他们的一种情绪的宣泄，跟我们中国人有点不太一样啊。走在多伦多的街头呢，特别是downtown的马路，很多呢都在修建啊。就我上次来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高峰时段的堵车，而且加拿大这边的这种工程啊，进度都是比较缓慢的。
但是当地人他们自我解嘲说，虽然慢啊，但是最终完成以后的质量还可以。当然，他们可能有他们的一种标准。转眼之间呢，已经到了贝这条南北大街，也就是他们说的金融街了。又一次经过这条 Richmond Street， 前面的就是 Queen Street， 老市政厅呢就在我的眼前了。2天前还到这边来过，而我的左侧呢，现在是哈德森贝尔，但以前呢，应该就是贝一家知名的百货商店，现在已经卖给了另外一个公司了。就是加拿大的这种大的商业环境呢，真的一般般啊，可能跟它这个国家比较大，人相对比较少有关，而且新的经济呢，现在呢和老的这种百货行业竞争非常激烈，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像我眼前针对呢，就是他们的Old City Hall。现在呢，我准备从这个老市政厅前往新市政厅，穿过一段路呢，回到我的住所去。到了多伦多的市政厅边上呢，就会看到很多的居民在这边过着他们祥和的日子。I'll just
纳斯区居然有宣扬法轮功的。Let's go. Behind you. Come behind you. 有时候真的在加拿大生活是好是坏呢，还取决于你的心态。如果心态平和，即便做一个穷人，在这边也可以很快乐。这个大概就是加拿大社会给人的一种印象。但只不过这种表面的平和，是不是真的是大家所希望过的一种日子呢？这我相信也是见仁见智的吧。好了，我今天已经闲逛了1个多小时了，相信第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完了。我在这边旋转1圈，结束我今天在多伦多城市的 City Walk。还有很多天会在这座城市，我们慢慢再去闲逛，慢慢跟大家分享。请大家跟随着我的脚步，看着我的镜头，去了解更多的多伦多和加拿大。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陌生，也会感觉有些神奇的国度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。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，拜拜。